为姐妹，凭什么你嫁入勋贵之家，受人尊敬的侯府老夫人？祖母你在哪儿？就该配给穷鬼，受尽贫苦，凭什么？姐姐，我不是一直在接济你吗？你施舍，谁稀罕？我要的是成为你！他整个人生，侯府的荣华富贵，从今以后就由我来替你享受了。祖母，丽晶，快跑！丽晶，快跑！祖母，你在哪儿？心大骗我，就庆幸自己是个瞎子，才保住了这条烂命。在这儿，你说话的声音和祖母不一样，你不是祖母，我的祖母呢？傻子，说什么呢？那就是你祖母。昨夜在道观，离经被雷雨吓，邪祟入体，胡言乱语。又巧洪大师算出离经天生克亲，必须在道观清修，不照不得归。父亲，父亲！突破了！观主这已修炼到大成境界，此后可是连七死人肉白骨都不在话下。观主才18岁，拥有如此功力，日后怕是更加深不可测。观主，不好了！正远侯府送来急信，说你母亲病危，呕血不止，恐怕是撑不了几日了。下山。山主，哪儿来的瞎捣鼓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就往里进。13年不见，侯府的门槛没见高，看门狗的口气，倒是长了不少。瞎了眼的东西！你知道这是侯府，还敢大放厥词？看我不打死你！我怎么突然动不了了？明明他就是个瞎子，怎会有如此威压？今年的雨前龙井比往年的差一点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，大小姐她回来了，现在已经进入正二门了。你说谁？哪个大小姐？是离经大小姐，她从道观下山了。13年了，也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当年的那件事。离经，离经，这些年过得还好吗？快给大哥看看。长大了，离经，你本就看不见，还独自在道观生活这么多年，定是吃了不少苦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这次回来就在家住下。明日爹爹就差人给你量着新衣，打新首饰。这个瞎子一回来，弟弟和大哥眼里就只剩他。明明我才是从小在他们身边长大的女儿，凭什么抢走我的关爱？
姐姐，13年未见，你在道观待的倒是越来越没有礼数了。果然是个软柿子，这就怕了。祖母在此，还不快快下跪行礼问安？祖母在此，还不快快下跪行礼问安？一个瞎眼道姑，眼神为何像能看透我一样？13年不见，妹妹作为庶女，倒是将侯府嫡女的派头学了个十足十。只可惜，只是这教养没跟上自己的身份。离京啊，你这般态度，莫不是因为13年前在道观上的小事与祖母怄气？祖母口中的小事，在离京心里可是记了整整13年。那鸠占鹊巢之人，离京可万万不敢忘怀。小球，小球别跑！小球，什么鸠占鹊巢？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。13年前，侯爷，老夫人不好了，夫人她又呕血昏迷了。祖母的账，我日后自会与你慢慢清算。善若，先去母亲院里。他果然全都记得。观主，你母亲看起来绝非寻常绝症，是长期虚耗，劳神伤心呀。青儿，是青儿吗？娘，娘，您的身体为何会衰败至此？我记得府中库房里存有血玉茯苓，最适温养经脉，您为何不用？那样的好东西，娘已经用不上了。自你走后，你祖母性格变了很多，收回了娘的钟馗之权，交给了她身边的赵管家。赵管家，就是你走后，他带来的远房亲戚，府中一应开支用途，皆需他点头。我这病药所需药材贵重，赵管家不肯给药。赵管家竟敢如此克扣主母用药，谁给他的胆子？青儿，娘能撑到今日再见你一面，已是老天开眼。娘，放心，您的身子女儿会帮您治好，还有您失去的，女儿也会一件件帮您拿回来。娘的病情不能再耽搁了，沈若去我金针，再去库房将血玉茯苓取来。是，观主。且慢，大小姐方才回府，怕是不知这府中规矩吧？这仓库重地得由老夫人对牌，否则谁也不能擅动分毫。何况这血玉茯苓乃御赐的珍品，主子的用药，哪容得一个奴才智慧？这可是老夫人定下的规矩。如若无对牌，谁也休想从此取走一草一木。你口口声声老夫人，你们二人倒是主仆情深，心意相通。他难道知道我与老夫人的私事？我最后再说一次，取药来！我最后再说一遍，取药来！树多虑了，他一个瞎子怎么知道我与老夫人的事？也对，反正是个瞎子，我那些劣等药材他也分不清。既然夫人用药，老奴这就去取。大小姐，这是血玉茯苓。放肆！你竟敢拿树根糊弄观主！冤枉啊，大小姐！库房记录在册的，只有这个能用。沈若，取过来。赵管家，我在玄隐观待的这13年，你当我是白待的吗？
小姐饶命啊！奴才欺主，此充好，延误主母病情，罪加一等。这尸骨追星之喜，便让你尝上一个时辰。若我母亲有半分差池，我要你偿命。申若，你亲自去趟库房，按我方才说的，将真正的妖妃取来。若有人敢阻拦，直接废其双手。是。郑离京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竟敢对侯府老奴动用私刑！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祖母了？就是，弟弟您看，他这才刚回来，就如此残暴，日后还得了？离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神医府里取来了。若是让这个小贱蹄子治好郭氏，日后就更难赶走他了。慢着，此乃侯府宝物，未经我允许，谁让你们煽动的？祖母说的对，此等宝物岂容你这个山野村姑浪费？站住！你对我用了什么妖法？申若，金针。离京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娘她已经受不住你折腾了。谨声。娘，忍一下。娘，郑离京，你竟敢弑母！好啊，正愁找不到机会除掉这个小贱人，正好天赐良机，一早将他赶尽杀绝。儿媳呀，离京，我知你克亲之命，但没想到已经手刃亲母，万万容不下你了。速将此女弑亲罪押入衙门。就是，祖母说的对，弟弟，他害死母亲绝不能留，快把他抓起来吧。儿啊，我是你亲娘，难道我会害你不成？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行此恶母罪行，侯府绝容不得他这等禽兽不如之徒。立刻将此逆女拿下，送官就办。老夫人，话不要说得太早，免得收不了场，老脸丢尽。亲手逼死生母，你还敢嘴硬？老爷，老夫人，下官来为夫人请脉。太医，您来晚一步，母亲已经被我这长姐给害死了。奇迹！这简直就是奇迹啊！夫人脉象平稳有力，这脉象比夫人病倒之前还要康健几分呢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明明都还没有醒过来。京儿，娘，没事了，后续好生调理便可。老夫人，要让你们失望，我娘她还死不了。这小贱人，不仅没忘当年之事，现在如此了得的医术手段，绝不能再容他。京儿，为娘多亏有你。娘，你怎么了？自从离京进入后府之后，为娘的心口就甚疼。儿啊，毕竟离京是克亲命格，如今郭氏身子已然康健，不如就将他送回山上。祖母说的对，长姐从小就被大师算出来有克亲之命，多留在府里一刻，就让府里多威胁一分。
爹爹，您快把他抓紧送出府去吧。父君明鉴，佳儿回府后，这赵之后绝不是什么可亲命格啊。娘说的对，还请祖母和爹网开一面，不要将妹妹送回观里。我可是他亲祖母，难道我还会害他不成？哦，亲祖母是吗？你怎么会这样说？意思就是我的亲祖母正远侯府的老夫人，早在13年前的那个雨夜就已经死了。李靖，你个逆女，竟敢如此诅咒你的亲祖母！她可是我的亲娘，怎会有假？疯了，还真的疯了！诅咒我祖母妖言惑众。爹爹，此等祸害不能再留在府中，快将他送出去！李靖，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诛心之言？你要逼死祖母吗？儿啊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娘？你难道真看不出吗？难道你就任由他这般作践我吗？父亲，难道你也未曾察觉祖母的声音与13年前相比低沉了很多吗？荒谬！李靖，你目不能视，怎比得过我们这些年真真切切亲眼所见？她绝对是我娘。没错，我们亲眼所见，还能有假？郑离京，你不要再用这些虚无缥缈的借口污蔑祖母。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永远真不了。您说对吗，祖母？她一个小姑娘家，明明看不见，眼神怎么会如此凶煞？祖母，纸是包不住火。祖母，那个小贱人，如今是越发棘手，非但没有除了他，反而让他借着救治郭氏的机会留下来了。再让他在这般待下去，迟早会出大事。夫人消消气，他刚救活了郭氏，侯爷和大少爷正感念着他，咱何必在这个时候去触眉头？那你说怎么办？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在府里作威作福？既然咱送不走他，何不寻觅一位如意郎君，只要远远地把她嫁出去，最好是那等规矩森严，进去就难以再出头的人家。到时候他是生是死，与咱侯爷又有何干系？到时候这府里还不是你我说了算？还是你懂我的心思。这些年，若不是有你在我身边帮衬，我一个人又如何操持得过来？想想也是讽刺。我那好妹妹，苦心经营一辈子，这泼天的富贵，不还是稳稳的落在了你我手里？谁又能够想到，当年道观里的穷三夫妻，如今竟是这正远侯府真正的主子呢？只要除了这最后一个绊脚石，这府中的一切，它都是咱们的了。今日叫你们来，就是为了将离京送回山林的事。既然离京不愿回去，你们又百般阻拦，我这个做祖母的便不讨厌。离京啊，你可以留下，但离京年纪也不小了，既不想送回山中，那他的终身大事就要尽快敲定。女大当家，母亲说的对，此事我跟夫人会细细考究。不必，最近我已经寻得一门顶好的亲事，是中州镇守使的嫡次子，家世显赫，将门之后。这孩子我虽未亲见，但听说与人最为稳重之礼，前途无量。门第倒是不错，但中州路途遥远，离京这一去恐怕……明远，我已经允许你把离京留下来，难道你还要忤逆你的亲娘不成？离京命格特殊，需要借助夫君家的贵气和边疆的雄浑之气，方能压住。这中州镇守使的婚事，于他自身，与我们侯府，都是极好的安排。哎呀，祖母真是偏心，竟给姐姐寻找这么好的一门亲事。中州将军府的少夫人，听着就气派。姐姐，你可真是好福气呢。老夫人还真是用心良苦，只是不知
这位将军府公子前头可曾克死过几任妻室，或者有什么特殊的癖好，让中州当地的闺秀都避之不及？他是怎么会知道的？又或者，这根本不是什么良缘，而是某些人想将我扫地出门的毒计。郑离京，你别不识好歹，这门亲事可是祖母千挑万选给你选出来的亲事，你竟敢如此污蔑祖母！你自己命格硬，还可亲，不远嫁是想留在这家中克死我们所有人吗？不行，我绝不同意。青儿离家13载，这刚回家团聚不过几日，怎么就这样将她匆忙送走啊？母亲所言极是，婚嫁一事，乃终身大事，还需从长计议才是。母亲，离京确实刚回府不久，不如测试延后再议。宁远，我是你的亲娘，难道我要害你们不成？母亲，求您再想想别的法子，不要就这样把星儿送走。还要糊涂到什么时候？难道就要等到他克死兄妹，克得家宅不宁，你才后悔吗？好了，此事我已决定，不容更改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是他的祖母，他的婚事我说了算。看你这下如何是好？这门亲事，我应下；这门亲事，我应下。算你识相。你想得通就好，我可是你的祖母，自然不会害你。放心，祖母定会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去。青儿，你为何要答应？那中州千里之遥，山高水长，你这一去，娘只怕今生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娘，您当真以为我会任由他们摆布，嫁去那等虎狼之地吗？可你明明答应了。我若不答应，他们岂会放松警惕？我又如何能拿到他们致命的把柄？娘，你不曾发现那位赵管家与祖母的关系过于密切了吗？确实，赵管家对他唯命是从，有时他们之间的眼神的确不像寻常主仆。何止不像？我刚回府那日便察觉，他们二人身上气息交融，命运相连，分明是夫妻姻。夫妻？可你祖父早就仙逝了，所以上面坐着的那位根本就不是我的亲族，但那位赵管家却是他的真丈夫。他们夫妻二人联手害死了我的真祖母，霸占了郑家的家业。怪不得在你走后，他性格大变，原是如此。他们还想借婚事的理由将我赶走，永绝后患。于是我将计就计，趁婚事筹备这段时间，找出证据来撕开他们伪善的面皮。可证据何其难寻，他们行事必定隐秘，雁过留痕，不管多隐秘，只要做过，必有痕迹。他们既是真夫妻，就很难不会留下痕迹。静儿，娘明白了，你需要娘做什么？娘，我要您好生养病，日后等着看这对鸠占鹊巢的恶徒如何身败名裂。夫人，您这位大小姐真是仪态万方，这通身的气派，不比宫里的公主和郡主差什么。是啊，就是可惜了这双眼睛。要是这双眼睛能是物，不知又该是何等风采。多谢各位夫人关怀。离京虽无缘见得世间色彩，但这些年来，离京用心看世界，倒也看得更真切些。各位伯母有所不知，我这位姐姐自小在道观长大，从来都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今日也只能靠手来摸摸，在各位面前献丑了。这位是，她是家中庶妹。今日嫡女订婚，她穿着艳红的衣裳，妄图抢风头，还敢说嫡女献丑，我看献丑的人是她吧。是李经，你这个贱人！我才是从小到大在侯府长大的金尊玉贵的大小姐，一个在道观里啃了10几年青菜萝卜的土包子，竟敢在众人面前给我下面子！今日我定要让她当众出丑！
姐姐，方才是妹妹说错了话，妹妹给您敬茶，赔礼道歉。哎呀，姐姐小心！哎呀！啊！痛死我了！妹妹小心，今日宾客众多，莫要失了我们镇远侯府的体面。你是故意的！维珍，毛手毛脚像什么样子？还不快下去换身衣裳！小孩子家闹着玩，让大家见笑了。维珍，祖母，您看他就是故意的。住嘴！一点小事就沉不住气。你等她嫁去了中州，这府中唯一的大小姐不还是你吗？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让她安心待嫁。祖母，这是何意啊？你姐姐心思深沉，绝不可能乖乖远嫁。现在场面还不够热闹，你再去找些人，闹得越大越好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她郑离京远嫁是铁板钉钉。祖母，我明白了，孙女现在就去安排。夫人请。那小贱人今日在宴上那般温顺，定是认命了。等她一嫁出去，这侯府就彻底是咱们的囊中之物了。一个在道观学了点三脚猫功夫的丫头，还真以为自己能翻天，这不略施小计，不就乖乖就范了吗？那是自然。这些年咱们伪装主仆，忍辱负重，就快熬出头了。只是喝酒有什么意思？让我来帮你们助助兴。来，喝。好酒。这些年咱们日日夜夜小心谨慎，今日人都在宴会上，咱们是不是可以松快些了？四贵小心些。放心，今日府里忙乱，绝对没人打扰。前面就是你祖母的寝室了，你带着这若干人过来做甚？方才维珍妹妹哭着来找我，说祖母赏的金簪被她弄丢，她悄悄寻找时，听到了祖母的呼救声。我什么时候？我着实忧心祖母，故而恳请大家一同前去看望。卿有此事，还是祖母安危为重，我们速速前去吧。父亲，您知道人死了，过去房中怎会有男子的声音？这么急吗？快点吧，有人来了。母亲，母亲！赵管家，母亲，赵德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成何体统！儿啊，明月，
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为娘给你解释啊！父亲，难道你还没看明白吗？他们并非是主仆关系，而是夫妻私会。夫妻私会？对呀，夫妻私会，夫妻私会，真是回事啊！这位赵管家并非什么远房亲戚，他们二人实乃结发夫妻，而您眼前的这位，也并非您的生母袁静娴，她是杀害孪生妹妹、冒名顶替的袁素汐。老爷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13年前，道观遇害，祖母就已经惨遭毒害，死了二人，一人杀妹顶替，一人伪装入府，里应外合，妄图霸占侯府家产。郑丽晶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祖母就是祖母，哪曾有假？你既说她是祖母，那她为何要与一下人苟且？你既说她是祖母，那她为何要与一下人苟且？我就说侯府这些年怎么越发衰败？原来真正的老夫人早就被人杀害了。就是啊，对呀，居然被杀了！真是的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这下都完了。侯爷，侯爷，老奴该死，老奴罪该万死。此事与老夫人绝无干系，全是老奴一手造成的。给我闭嘴！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吗？侯爷，老奴发妻确是老夫人的妹妹素心，素心早逝，老奴思念过度，方才醉酒，错把夫人认错，才强迫了老夫人犯下弥天大错。侯爷，千错万错都是老奴的错，老奴罪该万死。对呀，我的儿，我是你的亲娘，是我给你亲手抚养的。已经受到如此奇耻大辱，我还不如一头撞死，以证清白。祖母，让他撞，他舍不得死。祖母，父亲，她可是你的亲生母亲，你难道要看着祖母以死明志吗？赵德，你欺主犯上，助打50大板流方便将，永不召唤。这一母亲受此惊吓，需好生静养，即日起府中钟馗暂由夫人掌管，母亲便依据此堂清修无事，不得外出。算了，但是想扳倒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晶儿，喝茶。妹妹，此次多亏了你，母亲身体大好，府里风气也为之一清。大姐，是你这孩子，谢谢少安。凭什么一个瞎子才回来几天，弟弟天行大哥也想着他？我才是从小在你们身边长大的。祖母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现在府里上下都围着那个瞎子转，再这样下去，哪里还有我的立足之地啊？傻孩子，急什么？他得意不了多久了。祭祖大典就在眼前，这可是个绝佳的机会。你替祖母去办件事。城外的青松观有一位无为大师，你拿着这枚戒指亲自去，务必把他击败。无为大师，对，你告诉他，只要能在祭祖时当着所有人的面证实正离经克亲之命，香火金殿绝少不了他。祖母放心，孙女一定办得妥妥当当。这次我定要让那个瞎子永世不得翻身。
母亲，请为正式先祖献灯，佑我家族昌盛。这想必是灯芯燃尽了，再点上吧。是。这是为何？母亲，请。啊！这是先祖不肯受他之礼？难道之前传闻是真的？一定是这小贱人搞的吧？等大师坐实了灾星之名，看我怎么把他赶出侯府。明远，这灯还是由你来献吧。是。这无非就是无为大师的手段，果然高深。老夫人居然这么厉害，连这种异象都设置得出来。这天象异象，狂风大骤，此乃不祥之兆啊！无量天尊，此异象非比寻常，乃是天降灾星临世，冲撞祖宗仙灵，这才引得天地色变啊！大师，您说我府中有灾星，那这灾星是谁呀？他就是灾星。就是他，灾星。不可能！您这出戏唱的可真卖力。妖孽，休得胡言！贫道乃正道修士，岂容你污蔑？修士，你身上气息毫无灵力流转，恐怕连最基本的聚气都做不到。你还敢自称修士？关主，他包裹里装的是霍仙散，还有几张假符，分明是想用药物和机关栽赃陷害。现在，你还有何话说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明明就是个瞎子！我眼盲，心却不盲。你这等微末伎俩，能骗得过肉眼凡胎，却独骗不过我。岂有此理！竟敢在正式祠堂装神弄鬼，污蔑我女儿！来人，给本侯拿下，严加审问！侯爷，侯爷饶命啊！不关贫道的事儿啊，这都是老夫人原老夫人指使的呀！胡说！我什么时候指使你了？我怀中有他给的信物和定金，他说这样做是让大小姐灾星之名事成之后还有重谢。沈若，竟然真的是母亲的戒指，父亲，你看。祖母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这戒指定是他偷的，或者就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。再说，郑家祭祖年年平安，为什么郑离京一回来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？你看这天象，看这狂风，定是祖宗给咱的警示啊！老夫人所言并无道理。难道这郑离京真的是天生灾星？离京回府以后医好了夫人，怎会是灾星？定是一场误会。我是你亲娘，我怎么能亲自害儿子，还要害咱们家呢？这一年来，因郑离京天生如此异象，必须要赶出这侯府。爹爹，祖母说的是呀，这妖风来的蹊跷，定是因为这灾星冲撞了先祖的牌位。不错。这天象并非人为，但它警示的也并非我这个所谓灾星，而是
门前那棵祖树。那里是埋元静心的地方。晶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惨死的冤魂借此意象，在向你我后面鸣冤示警。住嘴！哪有什么冤魂？这里是祠堂，岂容你信口开河？父亲，真相就埋在那棵古树之下，何不挖开看看？不，绝对不行！都埋在这儿吧。可这里是郑家的祖树，你就不怕？我就是要他亲眼看着我是如何取代他，享受他的一切。13年，我才享受了13年的福，挖出来可就全完了。明远，不能挖，那个古树是守护咱们郑家风水气运的根基，挖了它会坏财气，要祸及子孙的。你难道要为了他一句无稽之谈，就毁了咱列祖列宗辛苦攒下的根基吗？你这是不孝啊！老夫人反应为何如此激烈？只不过是棵老槐树而已。这位祖老说的对，不过是棵老树而已。祖母口口声声风水祖育，可现下异象频生，先祖不安。若不能查明真相，才是真正动摇侯府基业。父亲，离经所言在理。来人，取工具，随本侯去挖树。快，使不得呀！完了，完蛋了！别挖了，别挖了！我才想起来，曾经有个大师说过，在树下镇着邪物，挖开恐有不祥的。哦，祖母既知，为何不早请高人化解，反而任其留在祖坟之侧，祸延家族？继续挖。侯爷，下面有个东西，小心点，挖出来。好，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这怎么回事？谁如此大胆，竟敢将尸骨埋在我郑家祠堂？父亲，这便是天生异象的缘由。这位逝者恐怕在此处含冤13年。祖母，他的身份您应该知道。郑离经，是你，定是你！不知道从何处找来的无名尸骨来污蔑我，你回来根本不是尽孝，你是来报仇的！报复我当年把你送去道观。儿啊，我是你的亲娘，是这个孽障，他不敬长辈，不重孝道，心肠狠毒，如今竟用这等下作的手段来污蔑我呀！丽晶，这具白骨你作何解释？父亲，诸位祖老，既然祖母说这具尸骨是诬陷，那不如先仔细瞧瞧，这尸骨之上可有何特征能够证明其身份？等等，是左脚的指骨，怎么会有6个？娘，为什么你有6根脚趾，我只有5根呀？这可是娘的小秘密，只有明远知道，明远可千万别告诉其他人。 6根脚趾，真的是6根脚趾。
这个楠木守住。这是我娘，这是我亲娘袁静熙啊！如果这人是我娘，那你是谁？你就是为了这几个烂骨头，还有一个不知道何处找来的镯子，你就要认定不要我这个亲娘了吗？你这是要逼死我吗？各位族老，请为我做主，这世上哪有逼死亲娘的道理啊？爹，她可是您的亲生母亲，难道你就要活生生逼死她吗？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啊！既然真假之争源于这6指之谜，而祖母口口声声指责我们诬陷，那么，请这位祖母当场脱下你左脚的鞋吧，让父亲，让诸位族老都看看，你的左脚究竟是不是6指？放肆！我可是侯府老夫人，岂容你们如此羞辱？脱袜燕脚，成何体统？拦住他！亲娘的左脚如果有6指，日后不论做何惩罚，我都认了。但是现在，来人，脱掉他的鞋袜！不行，明渊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你亲娘啊！禀侯爷，老夫人的左脚仅有5指。无耻！真是无耻！你可祖母的脚上怎么有这么长一道疤？素心，你确定真的要去掉这边肉吗？我和袁静心的左脚不同之处，不就是他是6指？我现在成了他，万一哪天有人想起这茬要燕脚，我必须比真的还像。拿来！这下看谁还说不是袁静心。为了儿子，为了郑家的脸面，忍痛将那奇异的6指削去，我做了如此牺牲，可却要被自己的亲孙女逼得当众斥足，受此大辱。他这是要逼死我，逼死你的娘啊！黎静，你从小眼下，我作为你的亲祖母，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，反倒被你抓住我这6指的缺陷。你眼里还有尊卑，还有伦常吗？那会不会不方便呀？傻孩子，这是老天爷给娘亲做的记号。你记住，以后若是发生战乱，娘亲意外身亡，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找到娘亲。就算心有疑虑，如此逼迫祖母，也有违伦常啊！就是，割指之痛，常人难忍，若非亲母，怎会做到这般地步？祖母，您身子要紧。姐姐，你还不赶紧给祖母下跪道歉？看来我这父亲再愚孝，也已经发现不对的地方了。记忆里的母亲从未以6指自卑，又怎会做出削指之事？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！连我的亲儿子都不信我，我还活着干什么？我还不如一头撞死在这祠堂前！姐姐，你非要逼死祖母不可吗？还不赶紧道歉！道歉？
你当真以为一处伤疤就能掩盖所有真相吗？真相就是你目无尊长，郑家容不得你这个祸害。明月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，要么将这个逆女赶出家门，要不我就一刀撞死在这里。够了！之前母亲一向以和为贵，且从不铺张奢靡，我怎么没发现这些年母亲变了这么多？无论真相如何，都是府上的私事，当着众族老的面，成何体统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么大的事，你想就此作罢？今日之事，本就是祭祖时有人先借灾星之名，想要污蔑离京。什么污蔑不污蔑？我看你眼里就只有这个女儿，没有我这个母亲。你知道我今天受了多大的白云惊吓？观能静心凝神，替您受惊，儿子请您去那里小住10日，如何？爹爹，你这是要把祖母送去道观吗？闭嘴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好，长大有自己的主意，能听你的去道观小住。送老夫人去观中。祖母，离京不孝，让您在外漂泊13年才接您回家。离京再次起事，必将您的名分、清白一一讨回，所有亏欠您的，都要加倍奉还。这味道不对呀。明远，快尝尝，这是今年庄子刚出的正山小种。几十年了，娘你最爱的还是这正山小种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府里常备的茶从香醇的正山小种换成了昂贵御前龙井？眉心起大，乌黑流发抖落了青山为水而牵挂。明明娘从前最不爱这样艳丽的私情屏风，留作间一笔画几句话，丢掉烟台前线上发，谁独画？人生不过就那几个不一样，全都不一样了。难道李靖说的是真的？这13年来我恭敬奉养的人，竟是杀了我母亲的凶手。爹爹，爹爹，您怎么脸色如此难看？可是有什么事？微珍，你来得正好，你过来坐。为父有话问你。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府中管用的茶叶明明是红茶？红茶？那都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呀。祖母嫌那红茶太浓，挑就换成龙井了，香气清冽，最显贵气了。那这屏风是什么时候换的？我记得以前是空谷游览的画品啊。那也是10多年前的事了呀。弟弟，您今天怎么回事啊？新闻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儿。那我问你，你可曾见过你祖母将手帕折成3折，然后再束在左袖口的习惯？祖母怎么会自己叠？那都是下人折腾的，就放在夹子里面，还折成3角。弟弟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茶换了，屏风换了，都可解释。就这习惯，是母亲一直保留的。来人，把伺候过老夫人的旧人都给我找来！我要1亿万花！爹爹，你不会是真信了郑离经的话，在怀疑祖母吧？
不知道因为祖母留旨的事情，现在外面的人都在传咱们正元和府眼冒心下、不仁不孝、伦常颠倒啊！这一切都是郑丽京回来后才发生的。他就是个灾星，爹爹，你快把他赶出去！闭嘴！李京是你长姐，轮不到你来对他指手画脚。滚回你的院子去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出来！郑丽京，凭什么所有人都向着你？我绝不会放过你！女儿给母亲请安。既来了，便坐。姐姐，看石头，看花花。滚开！你脏死了！少儿，这可是我最喜欢的裙子，你个傻子没长眼睛啊！弄脏我最爱的衣服。慧珍，你怎么对弟弟下如此重的手？他活该，这可是我最喜欢的裙子。一个傻子，整天就知道做这些事情。要我看，他早就该教训教训了。你，谁敢教训少安？我。姐姐，肚肚，姐姐，肚肚。少安，姐姐看看。这为真，少安乃先天心智不全，并非故意。你这心肠未免太硬了些。你少在这里假惺惺的装腔作势。要不是因为你回来，父亲会骂我，祖母会被赶出去。他不过就是个傻子，我教训一下他怎么了？你凭什么指责我？指责你算什么？善若，是。庶妹郑为真，不敬嫡母，不爱幼弟，依照家规，掌嘴10下。押去罚跪祠堂。是。郑丽京，你敢！郑丽京，你敢！你凭什么动用家法？我要去告诉爹爹。父亲将你禁足于院内，你私自出逃，我自然应当替父亲来管教你。善若，二小姐得罪了。母亲，你就忍心看着我挨打吗？我可是你女儿。带走。好，姐姐打坏姐姐，打得好，姐姐打得好。少安，痛不痛啊？娘，少安这痴症并非天生，女儿可为他诊治。真的，李靖，少安就全靠你了。来，脉象淤塞，神窍蒙尘，竟是外力损伤之兆。看来少安当年撞见了不该撞见的事。郑丽京，爹爹骂我，娘不信我，连那个傻子都敢帮你，凭什么？我一定要把你从这里赶出去！祖母一定有办法，我得去找祖母。祖母，孙女活不下去了。外孙女，你这脸怎么了？是被谁打的？还不是郑丽京那个瞎子，他仗着爹爹现在偏心他，竟让他的丫鬟当众长我的脸，还骂我跪祠堂。祖母，我在这个家已经没有容身之地了。那丫头心肠歹毒，自从她回来，咱们家就没安生过，连我也被逼到这道观来了。没错，爹爹现在信了他的话，还找之前伺候过你的老奴调查你，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。爹爹真是糊涂。不行，我绝不能坐以待毙。傻孩子，你爹他现在是被那瞎子蒙蔽了，只要他还在一天，郑家
就没有无宁日，无论都别想过好日子。那怎么办？就任由他骑在我们头上吗？俗话说，斩草要除根。您的意思是杀了他？你想，他若死了，一切自然回到正轨，侯府还是我们的侯府，你还是那个最受宠的大小姐。可他和他身边的那个沈若那么厉害，谁让你直接对他下手？这是梦归散，服用12个时辰内，没有结婚，便毫无预兆的，不，是个正上案，是个正上案。少安，为什么？哼，傻孩子，你不也说进不了他的身吗？你说，那万一失手了呢？不就得不偿失了吗？只有弄死那个瞧不起我的傻子，再把自己正离京，弑杀亲弟，何等大罪！到时，就算是郑明远再想也活不了了，他必被送入官府，依律当斩。可万一他又能救回来呢？梦归散并非寻常毒药，除非在12个时辰内服下独门解药，否则绝无可能醒来。而解药，只有我有。事成之后，我自然会回去救回少安，坐实郑离京蓄意谋杀的罪名。做梦不做，为了咱们的侯府，为了把您接回来，我什么都敢做。好孩子，你记住，要把事情做得干净，立刻派人给我送信。傻孩子，梦归死根本就没有理解。但是，为了除掉郑离京，死1、2个无关紧要的人，不打紧。郑维真那个蠢货，为了这个事，就算成了，郑明远现在偏信郑离京，也不一定能按我所想的发展。我不能把宝全压在郑维真身上。母女方见，母被困白云观，我为鱼肉，人为刀俎，望吾女念及养育之恩，速速设法接母回府。女儿，可全都靠我了。娘，少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？大概是他5岁多的时候在花园玩耍，下人一时没看住，再找到时就看见他倒在地上，醒来后人就变成这样了，都怪娘。娘不必过于自责，我可以治愈。此方活血化瘀，通窍安神。此外，我还需要用金针来疏导他脑中淤塞之处。好，回去就安排小厨房煎药。
只要把药放进去，那傻子吃了就会死，郑离京就完了。夫人，大小姐，四少爷的药煎好了，快端过来。少安，来，把药喝了，病就好了。少安，来，把药喝了。等等。这药中被人下了毒。什么？啊！夫人，大小姐明鉴，奴婢就是按照药方好的药，绝不可能有毒的。胡说八道！我看你就是自己医术不精，是不好小弟，就想推卸责任，污蔑别人下毒。他一个连药渣和药方都看不清的瞎子，哪里看得出来药里有没有毒？简直滑稽！慧珍，你怎能如此诋毁你姐姐？我虽目不能视，但心眼清明。这汤药之中异味难藏，你还敢说我是污蔑？善若，去取我银针，再将药渣药罐全部取来。是。爹爹，大哥，你们看，这银针没有变黑，这药里根本就没有毒，它就是信口雌黄。离京，如何？丽晶，如何？这药罐内侧气味浓郁，银针却测不出，定然是无色无味、隐秘性极强的毒药。你袖中藏了什么？慧珍，你姐姐问你话，袖子里藏了什么？没什么。搜她的身。侯爷，夫人，灌主，二小姐袖中发现此物，失控了。郑美珍，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是什么？哪来的？爹爹，这是祖母给我的，她让我下在少安的药里，说是用来陷害郑离京的。爹爹，我只是一时昏了头，你应该不会怪我吧？郑为真，你心思歹毒，谋害幼帝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即日起，革去侯府小姐身份，灌输地牢，每日鞭笞30年，以儆效尤。爹爹，我可是您的女儿啊！今往后，我郑明远，没你这个女儿。少安，可以睁开眼睛了。娘，姐姐，少安的头不疼了。少安，我的少安，你认得娘了，你好了，你终于好了。娘，别哭。少安，你可还记得那天在花园里发生的整个事情？那天
我在院子里玩爹爹给的月食棋子，后来，头后突然好痛，然后就黑黑的，什么也不记得。那在头痛昏迷之前，你可曾见过什么人？我想起来了，路过假山的时候，我看见了祖母和表姑姑说话。我没听见他们说了什么，就看了一眼。表姑？正远侯府里何时多出一个表姑？少安很厉害，想起来了很重要的事情。你先回去休息好吗？去吧。娘，刚才少安提到的这位表姑是何人？是你祖母，就是袁素心的远房侄女。大概在7、8年前，说这孩子父母染疫双亡，孤苦无依，袁素心便做主将她接进了府，认作干女儿。这吃穿用度皆比照正经小姐，很是疼爱。这是我娘家的侄女，以后啊，在咱府里就是表小姐了，你们都要好生照顾。是。后于选秀，袁素心便将她送入宫中。她现在一步一步晋升，已是贤妃娘娘。少安当年八成是被他们所害。夫人，大小姐，宫里头来人了，说贤妃娘娘身怀龙嗣，想要归家省亲，还特地点名要见老夫人。看来是要会一会这位贤妃娘娘。丽晶，贤妃此次摆明是要为袁素心撑腰，向我们发难。如今贤妃怀有龙嗣，圣眷正浓，若要借此施压，非要接回袁素心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娘，不必担忧，这宫中多少眼睛看着，行事反要讲究名正言顺，不敢明目张胆。可是，况且他们此次就是想借着皇恩与孝道，重新扶袁素心回高位，再铲除我这个眼中钉。您只需记得，如今府中钟馗在您手中，但贤妃是客，她身份尊贵，手也未必能伸得太长，我们见招拆招便是。恭迎贤妃娘娘。小瞎子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恭迎贤妃娘娘。平身。谢娘娘。绝非孤直血脉，乃是母女联系。袁素心，你将亲生女儿寄生在我郑家，积损时让，如今还要借她的事来反噬。这位便是离京表侄吧？常听姑母提起。听闻离京表侄医术更是了得，就连宫中的太医都略有耳闻。唉，本宫此次有孕，不知为何总是多梦少眠，既回了家，又恰逢表侄有此善能，不知可否请表侄在本宫省亲这几日最是照应于啊？娘娘既开金口，离京自当谨遵，只不过这用药饮食需以太医方子为准。表侄思虑周全，如此甚好。借龙寺将我置于炭火之上，恐怕他们这次是为来取我性命。这屋里的熏香味道太重了些，闻着头晕。还有那床褥，不是本宫惯用的蚕丝，睡久了腰背不适。是臣妇思虑不周，这就命人更换。说起来，还是姑母最知本宫喜好。现下想来，表舅母既要照顾侯爷，又要打理着偌大的侯府，着实辛苦。不若本宫省亲这些事务，便请姑母暂代管家之职，一来方便表舅母，二来也能让本宫舒心些。
如何？第一步就要先夺回管家之权，好算计。表侄，你说呢？娘娘体恤家母，离间感激。只是祖母离府多日，骤然接手钟馗之事，恐有疏漏。表侄是觉得姑母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或者是信不过本宫。这小妮子分明是个瞎子，眼神怎么却和圣上一般微妙？龙嗣关乎国本，一切事宜更换需慎之又慎，不若龙嗣有失，恐无法交代。钟馗由家母代为统筹，最为稳妥。表侄果然伶牙俐齿，既如此，便依表侄所言吧。下去吧。是的，娘娘。好你个郑离经，果然是个硬茬子。本宫倒要看看你能硬气到几时。你放心，他得意不了多久，我早已有筹谋。谁？是谁在老夫人的院子里装神弄鬼？究竟是谁啊？出来！郑侯爷，昨夜贵府之中出了何事？本宫被那妻妾哭声惊扰，差一点动了胎气。娘娘恕罪，方才之事定是有人暗中搞鬼，臣自会查出幕后之人。幕后之人，我看是幕后之鬼。本宫听闻前些时日表侄执意将无名尸骨葬入祖坟，那白骨来历不明，如今引鬼入宅，危害皇嗣。表侄，你担待得起吗？鬼神之说虚无缥缈，侯府深宅夜晚偶有异动，仆役眼花看错，乃常有之事。仅凭这些，便断定是亡魂作祟，未免太过武断。武断？那么多人都看见了，难道大家都跟你一样，都是瞎子吗？老夫人，表侄倒是淡定，莫非你早已料到此事，或者根本就知道这鬼从何而来？离经不知鬼从何而来，但离经知道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这妖未必来自地下，或许就在人间。此事蹊跷，给离经3日时间，离经会查明其中真相的。3日？若这3日内，本宫或腹中皇嗣再有闪失，谁来担待？离经愿意性命担保。郑离经，那3日之后，便是你的死期。空气中还残留灵粉燃烧过的味道，应该还有。观主，果真如你所说，找到了丝线。表侄，3日之期已过1日，你所谓的调查可有进展？离经啊，该认错的时候就得认错，早点送走那些不该进祖坟的东西，好让娘娘安胎才是正事啊。回娘娘，确有进展。离经已然查明，夜间异象，并非亡灵作祟。哦，不是亡灵，那是什么？是人为。人为？这偌大的侯府，用的都是老人，怎么会有人为制造恐慌呢？自然是有人想要借此机会嫁祸于我。自然是有人想借此机会嫁祸于我。荒唐！谁会在自己家搞这些名堂？离经啊，你该不会是为了推卸责任，故意编造这些耸人听闻的话吧？
有人利用灵粉点燃灯笼，以丝线牵引白影，再辅以口技模仿女子啼哭，此行为皆为装神弄鬼。还真让他查出来了。表侄说的倒是头头是道，可证据呢？空口白话岂能取信于人？既是有人能扮鬼，那离经便有本事让这鬼开口说话。明晚此时，离经会在府中设下香案，让那制造异象的冤魂亲口道出背后主使。难道真被他抓住了把柄？不行，绝不能让他成功。好，那明日本宫就要看看你有何通天手段能让鬼魂开口。不过，若2日后你只是装神弄鬼，休怪本宫以危害皇嗣之罪严惩。下去吧。娘娘，那小贱人恐怕真发现了什么，不能让他再查下去了。放心，他不是想让鬼开口吗？本宫就送他一个开不了口的真鬼。公主，房间内全是血手印，还有贤妃枕边，莫名出现了一大团头发。都怪你，你非要招惹脏东西。他现在来了，他要害死皇嗣，害死娘娘。太医还未诊治，你没必要强人所难吧？侯爷，娘娘乃惊悸过度，龙胎脉象略显不稳，需立刻安神固胎。鬼，有鬼！他趴在墙上看我，要抓我的头发。娘娘莫怕，老身在这儿。您看清楚，是什么东西让你如此害怕？表侄，你昨日不是信誓旦旦说能令冤魂开口自证清白吗？如今这冤魂未开，却直接来向本宫送命了。本宫腹中的龙丝若有半分差池，你就是谋害皇嗣的元凶。太医，有劳您检查一下窗上的血手印，凭您经验，此乃人血否？哦。回大小姐，此印腥气有余而血气不足，色泽暗沉偏褐，依老朽看，更像是鸡血仿制。善人，看看那团头发。观主，这头发有2股，一股带着新鲜的桂花头油香，发丝柔亮有弹性，是活人刚剪下来的；而另一股干枯无光泽，此乃2个人的头发，分明是有人故意混杂放在这里。大哥，他们必不会善罢甘休。你与少安暗中留意深夜出来的仆人，我已命善若在几处关键位置布下牵机线，触之即响，常人不觉。好，我与少安轮流守夜，并不叫他们再得逞。父亲，儿子按离经妹妹的与少安昨夜暗中巡视，4更时分，发现此人从娘娘院落溜出，被我们当场擒获，从他身上搜出这些。娘娘、祖母，您2位要的冤魂，离经给您们请来了。物证在此，我知道你并非主犯，只要你愿道出幕后主使，可免你重罪。在宫里，乱说话的人舌头通常是保不住的，连累家人的事，本宫见多。表侄，你说是不是这样？你有肺痨卡血、夜咳不止的症状，寻常药物只能吊命。你若道出幕后主使，我可为你诊治，便保你全家平安。
少爷，老奴找，老奴全找了，是杨老夫人指使的，银子、磷粉，这些都是他给的。昨天夜里也是他派人传话，让老奴来放血手印和头发。振臂！你敢诬陷我？刁奴潘瑶空口无凭。郑侯爷，你难道要听信这贱人的一面之词吗？人证物证俱在，谈何诬陷？袁素汐，你还有何话说？郑侯爷，姑母是你的亲生母亲，你竟因一低贱奴才的潘瑶而质问她，难道就是为了偏袒你那个不知所谓的女儿？你连人伦纲常、母子亲情都不顾了吗？你就不怕寒了你母亲，寒了本宫，寒了陛下的心吗？此事证据确凿，与孝道无关。是圣君，大哥，没事，深呼吸。我大哥齐若最近怒急攻西，他若因今日之事出了半分差池，这笔账又应该怎么算？纵然有千般理由，指使下人装神弄鬼，栽赃陷害，惊扰皇嗣，此乃铁一般的事实，不容狡辩。来人，将老夫人押入祠堂，今日禁足。大哥此症属先天心脉细弱，气血运行不畅，常年积累，导致心肺负荷过重，需以金针通络，再辅以温养心脉，我以气血的汤药徐徐涂之。少君，离京，你这医术当真神乎其技，为兄感觉背后好似卸下一座大山，呼吸都通畅了许多。离京，你救了娘，救了少安，如今还治好了你大哥，你是我们家的福星啊！娘，那小贱人如今风头无两，外界都传他是神医，再这样下去，还有我的活路吗？他必须死，必须！娘，他如今名声在外，就连皇上都想请他进宫看病，硬来只会引火烧身呢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他踩在我们的头上？事到如今，只能娘，你的意思是？娘放心，大哥脉象渐趋平稳，只需注意日常即可。多亏了李靖。贤妃娘娘驾到。本宫倒是来得巧，表侄如今神医上手的名声是传遍京城的。表侄既有如此神通，不知可否也替本宫请个平安呢？看看这腹中的皇儿是否安泰。娘娘封体尊贵，这垄寺关系国本，离竟年轻识浅，岂能为娘娘整脉？若有差池，万死难赎啊！表舅母这话是不相信表侄的医术，还是觉得本宫腹中的皇子不配让表侄出手一诊？娘娘息怒，臣妇不敢。娘娘腹中龙子自有太医精心照料，若离京贸然出手，恐乱了章程。但若娘娘想让离京从旁参详，离京自当遵从。那便有劳表侄此刻为本宫请安。娘，
脉象华丽，却略显虚浮。这胎根基并不如表面看起来稳固。仙妃，你究竟想玩什么把戏？娘娘的脉象不如寻常胎儿稳固，依离经浅见，娘娘当下最需安心静养，切忌大悲大喜。大哥，取纸笔来。好。此方温和，重在固本培元。娘娘若能以此方调理，胎儿便可顺利生产。但娘娘若不幸离经，或执意服用其他药物，离经不敢保证后果。危言耸听，本宫胎相强健，太医都说无恙。这来历不明的东西，他越让本宫喝，本宫越不喝。有劳表侄费心了，本宫自会斟酌。离经，你怎么给他开方？他分明不怀好意，说他反过来诬陷，那该如何是好？孩子总归是无辜的，他要听劝，依此方调理，那这孩子还有一线生机。但若他执意不服，那也是他自己选的路，也埋怨不得他人。娘娘，你怎么见红了？看来药效发作了。我的皇儿，郑离经，你敢害我的皇儿！你敢害我的皇儿！你个毒妇，你竟敢谋害皇嗣！娘娘若是有事，你10条命也不够赔的。若娘娘真按我给的保胎方服药，此刻脉象应渐趋平稳，绝无可能骤然出血，腹痛至此。此事必然是娘娘服用了其他药物。娘，你确定这个药？放心吧，这是假流产的药物，绝不会伤皇嗣。到时候就咬死说是他的药皇嗣不是即可。是，娘。娘娘，你若此刻让我治，孩子或许还有一线生机；如若再拖，怕是大罗神仙来了，也无力回天。我呸！本宫的胎本就无恙，还需要你来救治？哎呦，娘娘，怎么会这么痛？太医，快传太医！娘娘，娘娘，这是服用了活血化瘀的虎狼之药啊，导致小产的，龙嗣已保不住了。怎么可能？这怎么会？娘，你不是说……听到了吗？就是郑离经的药，是他的药，害死了皇嗣。妹妹，皇嗣涉及国本，若是没有证据，恐怕会引火上身啊。我自是有证据的。深入。观主，这是贤妃娘娘服用过的药渣，烦请太医检查。侯爷，娘娘，这药渣确实有保胎药的点子，但其中混杂了分量不轻的红茴香，这是活血化瘀的猛药啊！郑离经，你
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有劳太医比对一下方子和药渣，当中有没有这个烘茴香？竟然有如此精妙的药方，这其中非但没有红茴香，甚至更是上佳的调理良药。若娘娘真按此方调理，龙嗣定会愈加稳健，何来流产之理呀？娘，你骗我！为了除掉郑离经，死2个无关紧要的人，不敢讲。娘娘，离经早已坦言，您的胎相需精心养护。我给了您最好的保胎方，是您自己选择了另一条路。不，要不是因为你回来，要不是因为你多管闲事，本宫怎么会生下孩子？都是你的错！来人，扶本宫回去！明月，为娘心口疼，定是被这逆女气的。快扶我回去！祖母，您何必着急走？方才娘娘情急之下，似乎唤了您一声娘。老夫人，您作何解释？唤了您一声娘，你胡说什么？刚才那是娘娘口误。老身是侯府老夫人，何德何能攀得上宫中妃子称娘呢？袁素心心思狠毒，方才若是当场揭穿，他怕只会咬死不认。那该如何？难道就让这毒妇安心待在后府？父亲不必忧心，离经自有一计。你到底是谁？明月，我就是你的亲娘，你怎能屡次三番的质疑你的母亲？那我问你，13年前道观雨夜之后，我的母亲为何判若两人？少安又为何被你击打致赤？是不是因为他撞见了你与贤妃的密谋？而贤妃就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一个杀妹夺位，一个借势成妃，将我们郑家视为掌中玩物，是与不是？是，这桩桩件件都是我做的，我就不是你的亲娘。但是，那又如何呢？你能奈我何？就凭你一个女儿，一个6岁就瞎了，全场皆知的瞎子，说他亲眼看见我杀人，说出去谁信呢？他们只相信眼睛看到的，看到我郑远侯府的老夫人活生生站在这里，你的亲娘我活生生
站在你的面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去死吧！是杀人了，我亲儿子杀我了，他都知道，他要替那个死了10几年的小贱人报仇，他要杀死我！怎么可能？侯爷可是出了名的这样的事吗？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？就是啊，但老夫人刚才喊的什么报仇？难道他做了什么亏心事？胡说八道！肯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。你们就没看到我这么大的伤口吗？都是郑明远捅的，都怪那个郑离经小贱人，挑唆我儿子杀我，他回来就是要毁了我们郑家的。袁素汐，装了13年，你不累吗？你说父亲要为死了10几年的人报仇，那么请问那人是谁？今日之事，我便需要将为死去的亡人追讨因果。你不能杀我！你不能杀我！我女儿是贤妃，哎呦我的天哪！贤妃，我女儿避免你们九族。什么？贤妃娘娘是她女儿？不是说是她姑姑吗？怎么是她生母？那他刚刚说的报仇什么意思？难道老夫人为了灭口，杀了什么人？你不妨亲自摸摸自己的胸口，那匕首、那刀伤，真的在吗？那匕首、那刀伤，真的在吗？啊！这老夫人身上一点伤都没有，还一直喊着有人杀她，肯定有蹊跷。我看呢，肯定是做贼心虚吧。就是，要不是做贼心虚，怎么会这样？做贼心虚，肯定是做贼心虚。没有什么刺杀，是郑离经这个妖女算计我。哎，你看他这个样子，可不是心虚了吗？刚才是我连日噩梦，神情恍惚的胡话。现在倒是给自己找补了，真不一样的真，通通当不得真。让我回去，我病了，我要回去歇着了。这也真是没道理。祖母走好，流言如风。您今日这番情急之下的话，不知会不会乘着这夜风吹进何处？又不知这些话会飘到哪位贵人耳边？假的，全都是假的，都是幻觉，是那小匣子的妖法。你当真以为一处伤疤便能掩盖所有真相吗？祖母，您何必急着走？刚才娘娘情急之下，好像唤了您一声娘。郑离经，这个灾星，这个他子，你不能安生，你必须死！来人！送去宫中，交给娘娘，要快！是。郑离经，这般定
教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你遭人恶毒陷害，险死还生，必是那瞎女所为。此女不除，后患无穷，素谋良策，除此祸根。关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把她怎么着了。念完了，念完了。咱们这位老夫人，文采不减当年，这危机感，这紧迫性，拿捏得死死的。拿来烧了，绝对不能再让这母女互通消息，联手作恶。不，父亲，让他寄出去。可若这信真到贤妃手里，他定会针对你的。我要的就是他收到这封信，恐慌之下方寸大乱，从而暴露出更多破绽。这封信是饵，也是催命符。这封信是饵，也是催命符。离京，若贤妃真看到这信，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她在宫中经营多年，若动用势力，恐怕……娘，不必多虑。如今的贤妃自身已是焦头烂额，小产失子，圣眷难免动摇。今日之事必成她悬于头顶的利剑，再加上这封信，她必然惶急难安，判断一失。今日这出好戏，不出3日，定能如野火般传遍京城。妹妹所料不差，我也按照你的意思，安排了几个机灵的小厮去茶楼酒肆间炫耀此事。话头已然递出，此刻恐怕已有好事者开始打探深究了。大哥辛苦了，眼下火种已经撒下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离京，昨日你爹翻寻旧物，寻到你祖母留下的一本手札和一封家书。他娘家提及有一经侦秘书，或对你的演技有所帮助。娘，此事稍后再议，当务之急是彻底了结眼前祸患。善若，明日一早拿我的名帖进宫求见，就说正远侯府嫡女郑离京特请进宫请安，为娘娘调理凤体。是，是时候去提点一下我这位表姑了。本宫凤体为何，不便久谈，有何要事不妨直言。娘娘近日可有心绪难安，恐东窗事发。放肆！你竟敢咒本宫！这不是诅咒，而是陈述。娘娘的生母是13年前于白云观雨夜弑杀亲妹李代桃江的镇远侯府的姐姐袁素汐。你血可喷人！证据呢？本宫母亲早已仙逝，你竟敢拿王者清誉构陷！本宫是皇上亲封的贤妃，二王子生母，岂容你在此污蔑？娘娘可知，近日京城内流言沸起，娘娘以为这重重宫墙真能挡住天下悠悠之口，这流言蜚语又何时会传入皇上耳中？若此事又有人深究，届时娘娘您以为二皇子殿下的前程和未来，又可否能担得起天加贵胄，贵重清白这8个字？你休得危言耸听！本宫与母亲清清白白，你今日所言，本宫一字不信。若无他事，速速退下。离京言尽于此，娘娘凤体欠安，还请娘娘擅自珍重，好生思量。我绝不能让我的皇儿前程毁于一旦。我的好女儿，你终于肯见娘了。可是想到对付那个小瞎子的办法吧，在侯府实在是……母亲，你的信我收到了。既然收到，就应该知道为娘的处境呀。那个郑离京用妖法害我，当众羞辱我，还散布谣言，他必须死。京城，你不能再待了。
我已安排妥当，明日一早会有可靠之人送了离京，去南边乡下庄子避避，那里亲戚无人认识，可保平安。不可能！我好不容易才从那穷乡僻壤爬出来，用了几十年的心血，才换来现在的诰命和富贵。你让我回去，我绝不！该走的是他郑离京，你是贤妃，你有权势，你杀了他，就像当年为娘杀了袁静心那样干脆。只要他死了，哼，一切都会回到原样。你说的轻巧，现在多少双眼睛盯着我，如何敢杀他？现如今，外面的流言已经传开了，都在说你我的关系。再闹下去，别说你的诰命，连我的妃位都保不住了。那你要想办法呀！郑离京，我必须要除。当年的事儿，娘做的是天衣无缝，替了他10几年，就连他亲儿子郑明远都认不出我来。他一个瞎子郑离京，他没有证据，官府来了，我也不怕。我的女儿，你可别上那个妖女的当，我们才是至亲啊！咱们应该联合除掉外敌才是啊！骨肉至亲，母亲，当年你杀妹顶替时，可想过骨肉亲情？你杀我腹中孩儿，栽赃诬陷时，可想过骨肉亲情？你这不孝女，没有我，你能有今天？你能进宫当娘娘？哼，你不愿配合，我只能自己动手了。既然母亲执意不肯离京避祸，那便好自为之。送袁老夫人出宫，务必送到该去的地方。你什么东西？放手！放手！什么东西？我可是侯府老夫人，你们敢动我？放开我！我是正月侯府的老夫人，是一品诰命。你们敢囚禁我，侯府知道了，绝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袁素心，你还不认罪？什么袁素心？我叫袁静心，我是侯府夫人。袁静心，13年前在白云观魑魅夺位，7年前在侯府花园假山抵打侯府子嗣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够你死800回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是不是被人指使的？是不是郑离京那个贱人，对不对？咱家来是受了贤妃娘娘之命，娘娘有令，为保二皇子前途无限，铲除一切，而你便是最该铲除的根。我女儿，我的女儿怎么会恨？定是你们被人指使。郑离京给了你们什么好处？他是不是在外边了？你给我滚进来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样！我活着一日，就是你郑离京的祖母。你敢弑亲不成？你敢弑亲不成？袁素汐，求困你于此，并非我意。这门外守卫、宫中禁制，皆是贤妃娘娘一手而成。不可能！她认定你是二皇子前程路上最大的障碍，为保自己，也为保皇子。她觉得弃车保帅。她是我亲生女儿，她怎么会如此对我呀？是你！是你逼的他，对不对？冥顽不灵。哼！我告诉你，只要我在一天，我就是郑明远亲口承认的娘，是你郑离京名正言顺的祖母。官府奈何不了我，你又能奈我何？冥顽不灵。
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我是你的亲娘，我为你铺路，我送你进宫，我为你打点一切，你怎么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贪婪要毁了我儿的未来。郑离经说的不错，你是祸根，必须铲除。好一个贤妃娘娘，好一个铲除祸根！你除掉我，你就干净了，你就高枕无忧了。你忘了？你进宫的时候，你为了争宠，我为你散播了这么多谣言；你为了顾宠，私底下我替你寻了多少阴损药物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住口！你这疯妇，休得胡言乱语！我是不是胡言？你心里最清楚。从你第一次让我做事的时候，就防着你，每一桩、每一件、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钱银往来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大不了我们一起下地狱，这就去告御状，看看皇上是信你，还是信我手里的铁证。快拦住他！还是信我手里的铁证！快拦住他！你们想做清清白白的贤妃，保你的皇子？做梦！我若是不得好死，你也别独善其身。郑离经，他只认我，那我也可以说这个贤妃，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儿，被我这姑母知道了，姑母怀恨在心，想陷害我，所以与你勾结在一起，设下这个局来诬陷我，想除掉我这个知情人。只要没有证据，我永远是正远侯府堂堂正正的老夫人。你郑离经见了我，也要恭恭敬敬地喊我一声祖母。谁说没有铁证？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这世上若说谁最应该清楚你的身份，除了你自己，就是我。而我自有证据能证明你究竟是谁。认得这个人，这是当年你和爹决定离开家乡的小村，燕麦族后留给我。闺女啊，这份文书你千万留好，若是你娘日后对你不利，便拿出这份文书。我曾以为爹说的这事儿这辈子都不会发生，没想到还是我不够了解。不可能！姓张，你竟然背叛我！就算你模仿我祖母模仿的再像，但有的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，就连你也未曾察觉。这份信书上的签名，就是你冒充的铁证。不可能！姓张的，你竟敢背叛我！你珊若，此乃已故老夫人袁敬先留存的亲笔家书真迹，这份是你去年以老夫人的名义写给侯爷的假记。你们一母同胞，即便容貌再相似，也总有不同的地方，细微之处见真章。祖母她手腕灵活，笔触流畅温婉，尤其是那个心字，最后2点往往是轻轻带走。而你袁素汐，就算你拼了命的临摹，你也改不了你写字的习惯，尤其那心字与祖母天差地别。这绝对不可能！这新的字，所有的信件、签名，我明明都搜出了
们伪造的。父亲对祖母的思念，又岂是你能揣摩？丽晶，昨日你爹翻寻旧物，寻到你近亲祖母，留下了一本手札和一封家书。父亲，您找到了祖母留下的家书。怎么，这家书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反而正是因为这份家书，袁素汐她便再无翻身的可能。你以为毁了袁家所有信件，便可高枕无忧？你殊不知，父亲书房暗格里还藏着当年我祖母临终前的最后一封家书，2份笔记在此，一目了然，铁证如山。卑职等奉刑部之命，前来缉拿冒名顶替侯府诰命，涉嫌谋害人命的重犯袁素馨归案。人犯在此，有劳更。孽女，我是你亲妈，我生了你养了你，竟然跟着外人来害我！等等，我答应你，指认袁素馨，所有的罪责我来担。只求你，求你给我儿子一条生路，我愿意从此青灯古佛，了此残生，替我生母赎罪。或许，并非天下的母亲都是你这般，对自己亲生骨肉满心利用。更多的母亲，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，甘愿舍了自己的一切。祖母，您的仇我报了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关主，侯爷、夫人，3司会审已结束，袁素馨冒名顶替，谋害人命，诸罪并罚，证据确凿。判秋后问斩，令贤妃赵氏向宫中上陈罪己书，自起弑夺妃位，出家为尼。他这也算最后做了个选择。祖母的冤屈沉埋13载，今日总算得以昭雪。姐姐，坏人都被打跑了，你的眼睛是不是也能看见少安啊？丽晶，你受了这么多苦，为家里除了害，可你自己能替祖母伸冤，能护家人周全，已经已心满意足。至于这双眼睛，早已药石无医，除非什么？妹妹，只要还有一丝可能，大哥上天入地也一定为你取来。除非能找到传说中的紫玉髓，或有复明机会，但这紫玉髓只出现在古籍记载当中，虚无缥缈。虚无缥缈也要寻，只要还有一些希望，为父就要为你寻来。对，娘也去找去寻，这有希望的。妹妹，你且宽心调养身子，寻药之事交给我们，只要还有一丝可能，绝不放弃。少安也要给姐姐找亮晶晶的石头，让姐姐也能看见。最初却留着人世意，祖母，李晶带您回来了。您受过的冤屈，被夺走的名分与安宁，孙儿今日都为您要回来了。从今往后，您便是我郑家堂堂正正的先夫人，是我们铭记于心的亲祖母。您可以安心了。好孩子，你辛苦了。
李靖，李靖，无事，我只是觉得祖母她都听到了。祖母她很高兴。小心脚下时间。李靖虽目不能视，但心眼清明，爹娘何至于如此小心？这再清明的心眼儿啊，也是娘的宝贝女儿。就是，这石阶地滑，多一个人扶着，总是安全些。姐姐，厨房嬷嬷说今晚有桂花糕和乳鸽汤，都是你喜欢的吃的。好，那少安也要多吃些。关主，善若，何事如此匆忙？紫玉髓有下落了，您的眼睛有痣了。爹，紫玉髓，真的有紫玉髓。